每日更新最新短剧。赵润，地球人。是。死因？马上疯。想去哪儿？古代。你想当皇帝？不，我想当王爷。给我个理由。皇帝多危险啊，还是当王爷舒服。什么都不用管，天天拈花惹草，吃喝玩乐，这才是男人该有的生活。队长，这种废物能改写历史吗？系统怎么会选他？历史都是由小人物书写的，咱们拭目以待吧。小美人儿，王爷来抓我呀！我抓住了！王爷来抓我呀！被我抓住，你可就遭老罪了！王爷，我在这儿呢，来啊！小美人儿，我抓住你了！皇嫂，怎么是你啊？放肆！参见皇后娘娘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他叫我王爷，我这是在哪？这是在拍戏吗？大胆冤枉，胆敢冒犯皇后娘娘！来人，将他拿下！学姐，哎，学姐，我是16级3班的赵润啊，我还给你送过情书，你忘了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谁是你学姐？连皇后娘娘都认不得了，不愧是废物燕王。皇后，燕王对您不敬，理当严惩。燕王，你真是好品味，放着风华绝代的王妃不宠，整日和这些庸脂俗粉厮混，真是令本宫太失望了。今日本宫就替陛下好好管教一下你这个不成器的弟弟。来人，大刑伺候。娘娘，娘娘，王爷身体较弱，再打下去恐怕出人命啊！娘娘。若下次再敢冒犯，就不是挨板子这么简单了。记住了吗，燕王？臭娘们儿，有本事你打死老子，不然老子迟早把你脱光了扔床上。就凭你，下辈子都别想。给本宫继续打。看来我真的穿越了，还当了王爷。不过这王爷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。王爷，皇后娘娘是宰相爱女，连皇上都敬她3分，你居然这样调戏她，岂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呐？少废话，那皇后不应该在宫里吗？怎么会在王府啊？还不是因为您不争气，大将军把女儿许配给您，您居然害怕太子不敢与她同房。皇后娘娘啊，是来给您撑腰的，可惜喽，又被您给搞砸了。什么？小龟子，你说本王有老婆？王爷，你起来干嘛？药还没敷完呢。那还敷个屁啊！赶紧带本王找老婆去。王爷留步。王妃已经歇息了，此刻不便相见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本王见自己的老婆还需要你批准？识相的赶紧跟老子滚开，不然让你狗头落地！你个废物王爷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可是太子的人！老子打的就是你，敢在本王的地盘上狐假虎威，信不信老子一刀宰了你？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滚！该死的燕王，太子看上的女人你也敢动？你给我等着！带我回去禀报太子，马上将你碎尸万段！她就是王妃，这身材，这容貌，简直是人间极品啊！嗨，美女。王爷，王爷，臣妾终于见到你了。爱妃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说。嘘，王爷什么都不用说，臣妾都明白。王爷，
王爷，我父亲是大将军苏定江，太子想纳我为妾，获得军方支持，爹爹不愿，便求皇后赐婚，月华这才加入王府。月华一身清白，与太子并无半点瓜葛。原来如此。那个郭淮说王爷已经答应太子不会碰我，还说要把我送给太子。要不是王爷过来，臣妾差点就相信了。这狗屁王爷真是个窝囊废，连自己老婆都保不住，死了活该。兄弟，就安心去吧，你老婆我会帮你照顾的。那些欺负过你的人，我绝不会放过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太子大人闯进来了。废物，你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敢动本宫的女人！赶紧把苏美人交出来，否则要你狗命！废物，你敢打我！闭嘴！你身为太子，当以身作则，为百姓楷模。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！未经允许擅闯王府，其罪一；不敬长辈，污言秽语，其罪二；任用小人，挑弄是非，其罪三。你信不信本王现在进宫，将你这些罪行禀报给皇兄，让他废了你的太子之位？废了我？就凭你这个窝囊废，父皇就我一个儿子，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？来人，给我打死这个废物！是。王爷，太子殿下，我求求你放了王爷，我愿意跟你走。月华，不要啊！月华，不要！月华，燕王说，我会好好帮你疼爱婶婶的。不要！你放开我！王爷救我！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王爷后悔了吧？这就是得罪太子的下场。给我打！你放开我！小朋友在做什么呢？他们都看不起我，我想练成绝世武功，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有用吗？没用的，我天生胆小懦弱，就算学有所成，也不敢和人动手。大哥哥，我马上要去陪母妃了，我把力量给你，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？好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这就替你报仇。你想干什么？来人，护驾！护驾呀！继续叫，我看还有谁来救你。敢动我的女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王爷，侄儿错了，侄儿不是人，求求你，看在父皇的面子上，放过我吧！王爷住手！就算太子有罪，也应交由皇上定夺。你若敢擅杀太子，这整个燕王府几百口人全部都要给太子陪葬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对，国怀说的没错。我说，你要是杀我，父皇不会放过你的。皇上口谕，太子和燕王进宫觐见，不得有误。父皇，燕王殴打儿臣，罪大恶极，当出封夺爵，就宗人府圈养。畜生，当朕的东厂是摆设吗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子拖下去，杖责80。父皇饶命啊！儿臣知道错了。真的！我操，金丹！照皇帝老哥讲长生不老，听说古代的金丹都是用剧毒物质提炼的。老哥，你这是找死吗？燕王受委屈了。来人呐，赐美酒一杯，给燕王压惊。谢皇兄赐酒。皇帝是个好人，
我要不要告诉他现在？朕罚了，阎王退下吧。那臣弟就先告退了。百毒破气散，味道不错吧？你现在还剩几层功力呀？为什么要害我？打小就是废物，蠢笨如猪，胆小如鼠，练就一身的功夫，却连一只鸡都不敢杀。朕就喜欢你又蠢又笨的样子。你若是跟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聪明伶俐，朕早就把你给杀了。老老实实被太子欺负不好吗？你这废物竟敢弑主！哎，废物！废物！德海，把这废物拖回燕王府圈养。另外，找燕王妃那个美人进宫侍寝，等朕玩腻了，再给太子送去。遵旨。朕再告诉你个秘密，你母妃不是病死，她是被朕活生生给玩死的。皇帝，你不得好死！王爷，王妃娘娘已经被德总管带走了。月华，我要去救她。小鬼子，快扶我起来！王爷，没用的，您已经被皇上圈禁了。王爷，现在整个燕王府都是东厂的番子。王爷，您还是好好休息吧。王爷，您别吓我呀！我现在就给您找太医去。王爷，古代太危险了，我要回去，死回现代去。我再也不要当什么狗屁王爷了。大哥哥，你不能死，你答应过要帮我的。小老弟，不是哥不帮你，对付你的不是太子就是皇帝，哥也没有办法，这还是你自己去吧。大哥哥，你不能死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滚开！你不能死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能死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如果不帮他完成心愿，想自杀都不行。我只是想当个闲散王爷，我只是想吃喝玩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因为你是个废物。雪姐，不，皇后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当这个王爷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快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！滚开！要死就死远点。不过我劝你还是想清楚，在你死的时候，只会让仇者快，亲者痛。你最爱的燕王妃，还等着你去救她。月华，这是大还丹，有助你增长一层功力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本宫非但能帮你救出王妃，还会助你登上皇位。想让我当皇帝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本宫没疯。陛下子嗣稀薄，只有一个儿子。如果扳倒太子，你就是继承皇位的第一人选。你自己就不能生一个吗？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蛇宫杀，你还是个处女？本宫是丞相之女，孝贤皇后死后，本宫就被封为皇后。可陛下一直忌惮我们李家的势力，从未碰过我。太子荒淫无道，说是有朝一日他做了皇帝，本宫必定会沦为他的玩物。如果你我强强联手，必能扭转乾坤。王爷，如果你当了皇帝，这后宫佳丽3000都是你的，当然也包括本宫。他说的没错，老子要当皇帝，老子要让所有人都匍匐在我的脚下。那些看不起老子的、伤害过老子的，都得死。父王，
苏美人是儿臣先看上了。放肆！整个天下都是朕，你身为朕的儿子，有好东西不孝敬父皇，还来争抢，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吗？太子放心，朕享用完了就把苏美人还给你啊！美人，朕来疼你了。不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逆子！老东西，都是你逼我的，连儿子看上的女人你都敢抢，你这是找死！小美人儿，本宫来救你来了。你别动我，王爷不会放过你的。燕王，他现在都不知道死活，怎么可能过来救你呢？我不信，王爷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王爷，王爷！叫啊！你叫的越大声，本宫就越兴奋。来人，护驾！王爷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跟我走。王爷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离开京城。离开京城？你不当皇帝了？那皇后姐姐怎么办啊？我才想当皇帝。皇后那娘们儿不是好人，我要听她的，绝对活不过3级。月华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浪迹天涯吗？只要能跟王爷在一起，月华什么都愿意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奉太子口谕，燕王谋逆弑君，罪无可恕。凡取燕王首级者，官升3级，赏黄金1万两。燕王妃，太子心里还想着你，只要你肯回去服侍太子，便可饶你一命。呸！你这个助纣为虐的小人，弑君的明明是太子，我宁死不从。说得好，那你们都去死吧，我成全你们。上！王爷，尔等在干什么？禀丞相，卑职奉太子口谕，诛杀弑君罪臣。胡闹！陛下御赐，在何等大事，岂能轻易定罪？再说了，燕王乃千金之躯，皇室贵重，就算是犯了谋逆之罪，也该交给宗人府处置。尔等还不退下？是。老臣救驾来迟，请王爷王妃赎罪。丞相来的正是时候。丞相，你是想带我们回去受审吗？这老狐狸来的真是时候，看来跑都跑不掉，必须想办法逃过此劫。陛下御赐，朝野震动。王爷难道想一走了之？王爷，你千万别忘了，你答应过皇后娘娘什么？顾怀，燕王的人头何在？禀太子，卑职本已带人将燕王逼入了绝境，这正要斩杀之时，丞相大人突然出现，救走了燕王。什么？李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居然敢包庇弑君逆臣！你给我等着！本宫登基以后，要将你们李家满门抄斩，对，杀光他们。对，还有皇后那个贱人，到时候本宫一定要好好的炮制他。放肆！把这个忤逆弑君的太子给拿下！你想干什么？造反吗？狗东西，你敢打我！身为人子，不思孝道，居然敢弑父！今日本王以宗人府宗令的身份，代陛下行令，废了太子之位。胡说！弑君的真凶明明是你！皇后，丞相，本宫冤枉了。先王才是弑君的真凶。周总管亲眼所见，赶紧跟本宫作证，告诉他们本宫不是凶手。回禀娘娘，太子弑君是老奴亲眼所见，皇上临睡前传下口谕，废除太子之位，立燕王为太子，择日登基继承皇位。我靠，这狗太监居然是皇后的人！我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，让我当皇帝，是不是要我的命啊？狗奴才，你居然敢颠倒黑白，假传圣旨，我杀了你！住嘴！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！来人，将太子圈进宗人府，待陛下苏醒后，听候发落。皇后，本宫冤枉啊！
老臣参见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历史上的傀儡皇帝没有一个是好下场的。我死了不要紧，但月华不能受牵连。哎，慢着，丞相、皇嫂，本王无才无德，根本就不是块当皇帝的料。你们还是另选贤能吧。再说了，皇兄尚在，你们怎可另立新君？这要是让天下百姓知道了，恐怕不太好吧？燕王所说言之有理，那依你看又该如何？本王以为废除太子之事可告知天下，但需将陛下昏倒之事隐瞒。若是百官进宫朝圣，该如何处置？就说陛下悲痛神伤，不想见任何人。那当然是由皇后娘娘垂帘听政，凤仪天下呀！什么？垂帘听政？这不妥吧？恐怕满朝文武百官不答应啊！哎，皇后娘娘温良贤淑，德才兼备，况且有丞相大人的支持，我相信朝中定无人反对。皇爷说的极是，娘娘垂帘听政，乃是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若是有人反对，就是谋逆，其罪当诛。说得好，那就依丞相所言，你们退下吧。是。站住！燕王，你还真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这送上门来的皇位宝座，竟然不要！皇嫂说的对，本王就是块烂泥，这辈子当个闲散的王爷，知足了。你才是烂泥，你全家都是烂泥！臭，早晚有一天老子要让你跪下来脚地。想当太平王爷也可以，替本宫办件事。皇嫂，请吩咐。替本宫杀了太子。燕王，你想干什么？奉太后旨意，特来送太子一人。你听我说，你不能杀我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放了你？你们父子做的那些事，人神共愤，天理难容。就算皇后不杀你，老子也要宰了你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父皇唯一的儿子，等父皇醒来，他一定会恢复本宫的太子之位。要是杀了我，父皇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做白日梦。就算你那个狗皇帝醒过来，也救不了你。你就安心上路吧。启禀娘娘，废太子已被燕王诛杀，已经回燕王府。娘娘，这燕王该如何处置？罢了，他既然想当个废物王，那本宫便成全他。太子爷，你放心去吧，卑职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王爷不要这么猴急嘛，咱们晚上再来。爱妃，本王等不及了，本王现在就要好好疼你。启禀王爷，补膳已备好了，请王爷王妃用膳。王爷，臣妾饿了，我们先用膳嘛。也好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传膳。来，这什么？这是人能吃的吗？赶紧给我回去重做。王爷想换什么菜，奴婢马上就去做。给我来一个龙凤呈祥，红烧狮子头，再给我拌一个虎皮花生，炒个凤尾，最后再来一个麒麟松子汤就行。王爷您说的这些菜，奴婢都不会啊。会。王爷，老虎和狮子都是些稀罕食物，皇上都舍不得吃。至于您说的龙凤麒麟，臣妾更是听都没听过，您就别为难他了。回锅肉你会吗？宫保鸡丁、水煮肉片呢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要让我穿越到这个世界来，弘扬中华美食。
这是木耳炒鸡蛋，这个是木耳炒肉，这是酸辣土豆丝，这个叫鱼香肉丝。你们这儿的材料太少，我就随便做了几道，你们尝尝。这不就是猪肉丝？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。太好吃了！臣妾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。真有这么好吃吗？尝尝。王爷，奴婢服了，您真是食神啊！来，这是本王研发的菜谱，你好生学习。以后王府的厨房就交由你来承包了。多谢王爷栽培，奴婢一定不负所望，潜心钻研。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真没想到您还有这种本事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本王会的可多了，我还考过厨师证、律师证、教师资格证、美容美发证，还有驾驶证。王爷，臣妾不懂，不过听起来就很厉害。王爷，那个驾驶证是骑马吗？不对，是开车。开车？开什么车啊？当然是开爱妃这辆玛莎拉蒂了。王粲，快走！住手！敢在本王面前欺压百姓，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参见王爷，怎么回事？王爷救命！王爷救命啊！启禀王爷，青州府遭了水灾，这些逃难的难民在路上染上了瘟疫。朝廷颁旨把灾民送到北城救治，小的们奉命行事，惊扰了王爷，请王爷恕罪。王爷，他说谎，根本没有救治。我们这些灾民被送到城北就被隔离，没吃没喝，朝廷任我们自生自灭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王爷，你看，这小子得的是10亿，此病极易传染，无药可治。若不将他送到北城隔离，京城上下全得遭殃。小的知道王爷心善，但此人无论如何也放不得。这好像是天花，还有这玩意儿！想不到这个世界上不但是美食荒漠，还是个医学荒漠。把人放了，这病本王能治。王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都是从病牛身上取来的。很好，那谁，你把左胳膊的衣服脱了。好了，给他包扎。最近这段时间好好休息，注意个人卫生啊。王爷，这就成了？这个叫种豆疗法，是18世纪英国的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啊，本王包你没事，下去吧。二狗谢王爷救命之恩。小桂子在，去把王妃和王府上下的人都叫过来，我要给你们种牛痘。使不得，王爷，咱又没得病，种那干啥呀？这不是找罪受吗？你懂个屁呀！这叫预防。快点去，谁要是敢不来，本王就把他赶出王府。启禀王爷，长安府尹包大人求见。臣包文兴参见王爷。包大人有何事啊？听说王爷收留灾民，公然违抗朝廷正义，臣是来问罪。大胆！姓包的，你竟然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向王爷问罪！王爷，灾民安置城北是朝廷旨意，你身为皇室，公然违抗圣意，难道本宫不该治你罪吗？不愧是姓包的，这暴脾气太亲切了。好，包大人说的很好。不过朝廷的旨意若是让灾民隔离城北自生自灭的话，恐怕该治罪的便是你们这些当官的。朝廷年年拨款治水，为何青州还是会爆发水灾？既然爆发了水灾，为何不及时救治，让那些灾民流离失所，背井离乡？常言道，大灾之后必有大温。为何尔等不及时做好防疫措施，非要等到疫情爆发之后才想到这些泯灭人性的隔离手段？你答不上来，本王来替你答。青州水灾既是天灾，也是人祸。地方官吏贪墨成风，导致河堤年久失修，这才酿成大祸。水患过后，本该开仓放粮，但朝廷粮仓里的粮食早已被倒卖一空，灾民无粮可食。
只能背井离乡一路北上。然而那些沿途的官员不仅不体恤灾民，反而官商勾结，哄抬物价，灾民衣不裹食，怎能抵抗时疫？现在疫情肆虐，你们这些酒囊饭袋束手无策，反过来怪罪本王不该救治灾民。包大人，你说到底是谁有罪？臣有罪，请王爷责罚。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。包大人，本王有个将功赎过的机会，不知你可否愿意？臣愿意，请王爷吩咐。这是本王新发明的神药，可治疗时疫。娘娘，入夏之后，时疫已从青州传至长安，近日南城、西城皆已出现感染者，虽已隔离城北，但城内已是人心惶惶。坊间市集虽有开放，可是出入的百姓少之又少，今因物价飞涨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民间有传什么？传此天灾乃女主乾坤颠倒阴阳所致。放肆！传旨，命武承司严查造谣者，一经查实，无论何人，定斩不赦。遵旨。老臣参见娘娘。爹，你来了。不知娘娘召老臣何事？爹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暗卫查访后的奏折。青州水灾，倒卖官粮，哄抬物价，这一桩桩一件件弥天大案，没想到都跟咱们李家有关。娘娘这是在怪老臣了。爹，女儿想知道为什么？咱们李家已经权倾朝野，不应该是给国家效命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就跟你说说。因为这个国家姓赵不姓李，这江山早晚都要还给姓赵的，所以我们李家必须在此之前捞到足够多的好处。爹，难道您将来不怕被清算吗？清算又如何？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呢！女儿，你我是一家人，只要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爹永远支持你。禀娘娘，有密报，念。长安府尹包文兴密会燕王。什么？这狗东西竟然敢勾结朝中重臣，难不成他是想造反？王爷，这黄瓜面膜效果真不错，臣妾脸上的斑都没了。没想到这小东西不仅能吃，还有美容效果呢。美人啊，你这就少见多怪了。论黄瓜的妙用，还不止于此呢。真的？那王爷快跟我说说，还有什么妙处啊？本王这就让你开开眼。来，王爷就可胡说八道。哎，美人，我错了，再不敢了。王爷，您吩咐的果汁冷饮已经做好了，这是柠檬汁，这是西瓜汁，还有酸梅汤。对了，您说的那个消食治冰法真是神了，以后咱们王府再也不缺冰块了。王爷，你尝尝。就是这个 feel， 倍儿爽。哎呀，二狗拜见王爷。二狗，本王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。王爷对二狗有救命之恩，有什么事王爷尽管吩咐，二狗万死莫辞。来，你先尝尝这个。哎，王爷，这是何物？竟如此好喝？这是本王新发明的饮品，名为果汁，具有清凉解暑、开胃健脾之功效。再配上本王的这个具有冰镇效果的冰箱，简直是夏日消暑神器。本王现在要你去联系那些灾民，让他们去售卖果汁，给他们一条活路。二狗，你可否愿意？王爷，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二狗替父老乡亲给您磕头了。又酸又甜的酸梅汤，冰冰凉凉，只要20文，都来尝一尝喽！小姑娘，给我也来一个吧。谢谢姐姐。又酸又甜的酸梅汤，冰冰凉凉，只要20文。果然是又酸又甜，冰冰凉凉。好一个消暑神器！娘娘，燕王让这些灾民去售卖果汁，所得财力未留一分，全部都拿去买粮食了。他买那么多粮食干嘛？
难道是想造反？不是，他拿这些粮食去开设粥厂，救济灾民。好了，记得多喝热水，伤口没有结痂之前可不能碰水啊。多谢王爷。都说了别跪，你们要再这样，我可真走了啊。下一个。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包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按照您的吩咐写的防疫手册，您看看有没有再补充的。不错，等会儿本王再给你开几个清热解暑的方子，有病治病，无病预防。王爷，你想得太周到了。陛下，你真应该起来看看，如今这满朝文武都在掘你老赵家的根子，只有你那废物弟弟心里想着百姓。陛下，太子死了，那本宫这肚子是不是应该有个皇子了？嫣儿姐姐，皇后娘娘找我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皇爷嘴真甜，您放心，皇后娘娘找您啊，有好事儿。姐姐怎么知道本王嘴甜？莫非尝过？皇爷怎可无礼？姐姐莫生气，本王只是看姐姐长得太过美丽，情不自禁而已。等会儿要是见了皇后娘娘，我让她将你赏赐于我，可好？嘿，想得美！你这个登徒子，等会儿见了娘娘，我定要禀告娘娘，让她治你的罪。这就是古代男人的天堂。臣弟拜见皇嫂，不知皇嫂找臣弟来是为何事啊？燕王，你可知罪？皇嫂，跪下！这娘们想干嘛？要杀我？有刀斧手？京城爆发10疫，民不聊生，燕王有防疫之术，为何不上奏朝廷？原来是这样，吓死老子了！皇嫂恕罪，臣弟知错了。臣弟以后但凡有利民之术，一定要先交给皇嫂赏阅。哦，本宫可是听人说，燕王利用防疫之术收买人心，居心叵测。我靠，谁说的？皇嫂，你把他叫出来，老子非打死他不可！本宫让你起来了吗？皇嫂，您当初让我去当皇帝，我都没当。我现在当个王爷，我当得舒舒服服的，怎么可能还有其他心思？皇嫂，臣弟对您是忠心耿耿，一定要明察秋毫啊！你的忠心，本宫心知肚明，要不然早把你砍了。起来吧。天色已晚，臣弟先告退了。慢，燕王防御有功，赏美酒一杯。嫣儿，不愧是两口子，下毒的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怎么不喝？怕本宫下毒吗？老子怕个毛，死了正好回去。赵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嫣儿是本宫身边最亲信的女官，你居然对她做出如此禽兽之举！请娘娘为嫣儿做主。皇后娘娘放心，本王早就喜欢嫣儿姐姐了。既然现在都成了一家人了，那就不如随本王回府。嫣儿姐姐，本王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放肆！你犯了弥天大罪，竟巧舌如簧，不知悔改，信不信本宫要了你的脑袋？行了，皇嫂，差不多得了，说吧，这次又想让我做什么？诸位老板，本王今日相邀，是想求大家一件事。王爷有事尽管吩咐。
您现在可是我们长安城的活菩萨呀，咱们老百姓可都盼着您将来做皇上的。梅老板，这个就不用说了，你先坐下。其实我想说的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青州爆发的水灾，很多灾民都来长安避难，现在京城的粮价暴涨，老百姓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。希望各位老板能够给朝廷分忧解难，把京城的粮价给打下去。王爷，您开了金口，我们一定照办。不过，我们几家的粮食合起来都没有孙老板的多，他要是不点头啊，这粮价可降不下来呀。那孙老板来了吗？看在王爷的面子上，那就降一成吧。就一成，这不是打王爷脸吗？人家是有底气的，孙老板的后台可是当朝的丞相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当朝丞相的侄儿。王爷，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丞相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闭嘴！丞相乃百官之始，岂会有你这种与民争利、不顾百姓死活的侄儿？拖下去，给我砍了！是，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就是不给本王面子的下场。本王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之内，若是这粮价降不下来，就别怪我翻脸无情。两位老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听说王爷写一本绝世菜谱，小人愿用自家酒楼2成的股份买下您这个菜谱，然后呢，咱们有钱一起干。呸！姓梅的，瞧不起谁呢？2成股份，你还好意思说？王爷，我给你3成。你把那菜谱卖给我吧。姓罗的招打是吧？王爷，我出5成、8成、9成。王爷，我白送还倒贴。王爷，小人有一小女，长得貌似天仙，只要王爷答应，小人立马将她送来。行了啊！你们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？不就是一个菜谱吗？本王给了，股份3成就行了。阎王有旨。德总管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这回你可闯大祸了。请皇后娘娘治罪。燕王，你可知罪啊？本王无罪。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？你逼迫粮商低价卖粮，让他们血本无归。若非他是丞相侄儿，恐他这桩血案就被你这个昏王压下去了。昏王，你笑什么？本王笑你们一个个都瞎了眼。长安城内数10万灾民每天衣不果腹，你们看不见吗？那些不法粮商哄抬物价，你们看不见吗？你们眼里只有白花花的银子，只有你们自己头上的官帽子。闭嘴！燕王越来越放肆了。丞相大人，你应该好好感谢我。若不是因为我杀了你的侄儿，今天朝堂上掉脑袋的人恐怕会更多。启奏皇后娘娘，燕王宅心仁厚，德才兼备。既然陛下无法临朝，何不让燕王监国？你也不用为政事心烦，可以安心照顾陛下。老包，你他娘的是内鬼吧？我上辈子是不是挖你们家祖坟了？你又这么坑我！皇后娘娘，臣弟绝无此意。包文兄，你不要乱说。本宫倒是觉得包大人言之有理，本宫会考虑的。都退下吧。王爷留步，娘娘有请。燕儿姐姐，你可想死我了。王爷，你刚才真是太帅了，燕儿万万没想到你居然敢和李相作对，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哼，本王一心为国，何惧生死？死了正好回去。这破地方，老子早就不想待下去。王爷，你可真是燕儿心中的大英雄。皇嫂，您吩咐的事儿，臣弟已经办妥了。燕王辛苦了，燕儿赐酒。不愧是御酒，这酒劲儿真大。皇嫂，臣弟要回去了。娘娘，燕王已经醉了。你退下吧。是。
怎么会是皇嫂？不是嫣儿吗？放开本宫！皇嫂，为什么？你别误会，本宫只想跟你借个种，本宫对你没有任何感情。借种？你既不想当皇帝，那本宫只有自己生一个皇子，只有这样，本宫的地位才能稳如泰山。嫣然，放肆！不许直呼本宫的名讳！启禀娘娘，丞相大人求见。快躲起来！爹，您怎么来了？现在翅膀硬了，可以飞了是吧？朝堂之上，眼睁睁地看着你爹被羞辱，开心吗？为什么要帮那个废物？爹，他不是废物。好啊，你竟敢帮一个刚刚杀了你表哥的仇人说话，你还是不是我李家的女儿？我是李家的女儿，但也是赵家的儿媳。表哥做的那些事情死不足惜，你真的应该好好感谢燕王。若不是他杀了表哥，让这件事情点到为止，恐怕这把火会烧到爹您的头上。到那个时候，就连女儿也保不住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是老夫大意了。真没想到这个废物竟敢狠狠地咬咱们一口。现在的燕王已经是个祸害，我们必须除掉他。不行，燕王不能死，只要他活着，就是继承皇位的第一人选。那些外族藩王也没有借口过来造反。如果他死了，咱们都会大祸临头。你的意思是，不但不能动他，还要保护他？没错，女儿心里有数。爹，您先回去吧。你都听见了，本宫一直在利用你，你不生气吗？如果一个人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，那他岂不是很可悲？嫣然，你不是要借种吗？咱们继续吧。王爷，这些都是酒楼送来的分红，现在啊，全长安城的百姓都说您是时辰转世呢。王爷，我跟您说话呢。王爷，您是不是外面有别的女人了？不，我没有，本王心里只有你一个。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出事了。你没事吧，嫣然？谁让你来的？本宫的死活不要你管。本宫不是同你说过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？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你都是本王的女人，就算为你搭上性命，本王也愿意。赵然，谁允许你死了？给本宫活着！赵然。你醒了。我们这是在哪儿？我们还在山上，那些刺客肯定还有同党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嫣然，我冷。我告诉你，我只是可怜你，你别以为救了本宫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嫣然，干嘛？你看今晚的夜色真美，要是有流星就好了。流星？你想许愿？看我干嘛？啊！你看，真有流星。你许的什么愿？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当个太平王爷，吃喝玩乐，潇洒一辈子。废物！当个废物挺好的呀，不用每天勾心斗角、担惊受怕，
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，我就很简单，我就想躺平。你是不知道我以前过的那些生活卷得有多厉害。哎，对了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皇帝，本宫想要当皇帝，凭什么只有男人可以高高在上？我非要打破这种偏见观念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女人比男人更强。说的不错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爹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看来你已经猜到，女儿去大相国进香的事，就只有几个人知道，而真正有能力安排刺客，就只有你。丞相，你居然能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！当我李家的财路，就算是亲闺女也得死。没想到你这个废物也在这儿，那就一起上路。嫣然，你快跑！我就算是死，我也要保护你。滚开！本宫不需要你保护。上！你居然会武功！爹，你对女儿可是一无所知。娘娘，参与刺杀的叛党已全部伏法，不知首犯该如何处置？让他上表请辞，回家颐养天年吧。是。那丞相职位何人接替？传旨燕王府，召燕王入朝，传丞相位。遵旨。这个还有这个，统统给我搬走。王妃娘娘，王爷这是发哪门子疯？昨儿个还好好的，想着要就藩了。只要王爷喜欢，他去哪儿都行。娘娘，您太宠王爷了，什么都听他，将来可是要吃亏的。不会啊，只要他心里有我什么都不计较。传皇后口谕。嫣儿姐姐，你来的正好，本王正好要去就藩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就藩？王爷，皇后娘娘找你进宫接丞相位，你可不能走啊。什么？让我去当丞相？我不当丞相，本王要就藩，我看你们谁敢拦我！燕王放肆！皇后娘娘对你如此信任，你居然不识抬举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娘娘，燕王看不起丞相之位，执意就藩，所图甚大。对，说不定就藩之后就会招兵买马，很快就会起兵造反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秦桧啊，莫须有用的挺溜的，信不信老子把你们都砍了？住口！其他人都退下，燕王留下。皇嫂请自重啊。王嫂，昨天晚上还叫人家嫣然。说，你为什么要走？长安套路深，我想回农村。本宫不许你走。凭什么？你又对我没感觉？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，你说是吧，王爷？我意已决，臣弟告退。你说你是不是犯贱？非要逼本宫用枪？给我老实待在王府，随时奉诏。汉王爷，今天娘娘不便见客，您还是回去吧。真是荒谬！本王身为藩王之首，每年都会进入面圣。殿下身体有恙，不见我就算了，皇后娘娘也不见本王，莫非是尔等小人作祟？再不让开，休怪本王无情！汉王叔好大的威风，居然敢擅闯凤仪宫，真不愧是藩王之首啊！本王有事要面见皇后，莫非燕王贤侄也有意见？当然有意见。皇宫有皇宫的规矩，未经通报擅闯禁地，那可是要杀头的。本王今天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有这么大胆子。好小子，既然皇后不便见客，那本王改日再来吧。德总管，皇嫂是不是病了？啊，娘娘没事。今日燕王妃来宫中拜访，皇后娘娘跟着燕王妃在御花园赏花呢。什么？
您慢走啊！完了完了，这大老婆二老婆不会打起来吧？千万不要啊！哎，住手！哎，住手！王爷，王爷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给姐姐做面膜呢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黄瓜面膜就是王爷发明的。王爷发明的东西可好了，他还发明了果汁，他还写了本菜谱。王爷做菜可好吃了，连御膳房都比不上。妹妹真是好福气啊！妹妹能有今天的福气，全靠姐姐成全。要不是姐姐，妹妹怎么能嫁给王爷？王爷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事儿，爱妃，我和皇嫂还有大事要商量，你先去逛逛。好，本宫还不知道王爷有这么多本事，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。你怎么了？本宫有了，有了！我要当爹了！快坐，快坐。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去。这个不争气的肚子，到现在还没有动静。皇后娘娘身怀龙种，理当安胎休养。不过燕王这个废物，有什么资格担任监国大任？没错，燕王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让其监国，臣反对。燕王没资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谁有资格？汉王德高望重，乃藩王之首，理当担此重任。臣反对。燕王乃是陛下亲弟，皇室嫡脉，让他监国辅政理所当然。汉王是皇室之脉，让他监国理不正言不顺，必然会天下大乱。包文兴，你这条燕王的狗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居然维护他！陈大人，还以为汉王金银珠宝迷了眼吧？满嘴瞎话！你血口喷人，老夫要跟你拼了！放肆！传旨，召燕王进宫，即刻由燕王监国。听说诸位大人为了监国的人选，差点都打起来了。王爷，这是江南道送来的折子，请您阅览。折子我就先不看了。陈大人，本王先跟你把账算清。什么账？你骂本王是废物，你可真是狗胆包天面！住手！殴打朝廷命官，王爷是不是不想活了？陆大人，本王没找你，你倒是自己跳出来了。啊！让你金玉其外，我让你败絮其中。老包，就只有你是好样的。这满朝的文武，只有你替本王说话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丞相了。多谢王爷提拔，今日起为王爷马首是瞻，言听计从。包大人，本王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继续保持啊。改革必须改革，嫣然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再不改革的话，咱们大顺迟早要完啊！这是我的改革方案，你自己看看。摊丁入亩，火耗归公，土改归流，开海通商，这些都是你想的？当然是我想的，你看不起谁呢？这些方案可是我冥思苦想、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去做吧，本宫支持你。去告诉天下人，我李嫣然的男人不是废物。哎，但是我先说好啊，等我们的孩子生出来，我就退位让贤。好，如果到时候你不退，本宫就宰了你。你还想谋杀亲夫啊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走了，我去上朝了。汉王爷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。燕王的改革计划简直就是往咱们身上捅刀子，如果让他得逞，咱们大顺朝可就完了。各位大人，本王也没办法，
藩王不可亲政，这可是祖训。这时候还管什么祖制？汉王若是不答应，老臣就死在你面前。陆大人，冷静啊，陆大人。想死还不容易啊！陆大人，本王这就成全。来人，将这2个混蛋给我拿下！是。王爷，王爷，救命啊！王爷。燕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在我的王府里抓人！汉王叔，陈陆2人贪赃枉法，结党营私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恕。本王就借你风水宝地一用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王爷，王爷！长安城并非九州之一，汉王爷还是早日回封地吧。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别惦记。简直无法无天！皇后到底怎么想的？居然让这种疯子监国！王爷，这皇后早就被燕王所迷惑了，太子便是被他们连锁所害。眼下京城的局势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，咱们还是从长计议。对了，去皇宫打探的人回来没？陛下现在什么情况？还是昏迷不醒。王爷，陛下我们是指望不上，不过卑职还有一计。听闻柔兰使者即将来到长安，王爷可以联系使者，到时候我们来一个里应外合。陛下，前面就是长安城了。好一座长安城！等本王打下晋国，下一个就是他。诸位公子，今天是我们百花楼明月姑娘出阁的好日子，只要哪位公子的诗词入了她的眼，就能成为她的入幕之宾。妈妈桑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把人叫过来，让我们大伙儿验验货呀！没错，验货验货。有请明月姑娘。我先来。明月丽青天，群星暗无光。愿与卿为友，天涯共相知。姑娘，这位吴公子的诗你喜欢吗？看来明月姑娘对诗词的造诣很高啊。吴公子如此好诗，却入不得法眼，那就该我了。月是销魂钩，钩来公子秋。初逢百花楼，相约在床头。邱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，在下佩服佩服。不敢不敢，赵兄，该你了。15的月亮圆又圆，初7初8剩半边，满天星星乱糟糟，一片乌云静悄悄。好，赵公子的诗写得真好，明月喜欢。赵公子，明月等你哦。怎么可能？10年寒窗苦读，竟然输给了一首打油诗！诸位，这绝对有黑幕！放你娘的屁！奴家的意思是，我们百花楼那是绝对没有一点黑幕的。这位赵公子的诗朗朗上口，通俗易懂，可能明月姑娘就喜欢这个调调。赵公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请吧。两位公子，承让了。干嘛？美人想谋杀亲夫啊？你居然早就有防备！不废话吗？我写个那么烂的诗，你居然都说好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放开我！放开！
看来本王对你还是太客气了。不要！我是晋国的公主。骗谁呢？公主跑到青楼来行刺我，你要再不说实话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我真的是公主。柔然和女国联盟，想要攻打我晋国，我想杀了你，就为了破坏两国结盟。柔然跟我联盟，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他们的使者今天刚到，你当然不知道。请问晋国是不是没人了？害你一个公主来行刺，看来是真着急。我呸！你们顺国就没有一个好人。如果不是我们晋国帮你们挡着柔然，你们早就被灭国了。我父皇好心想跟你们联盟攻打柔然，结果那个狗皇帝还不同意。所以你就行刺本王，嫁祸给柔然？没错。那为什么是我？我们的太子早就打听好，说你就是个废物，又蠢又笨，特别好对付。可是我没有想到你身手这么好。我靠，这话谁说的？告诉我，你看老子不抽死他！王爷，你英俊潇洒，气宇轩昂，花容月貌，我见犹怜。王爷，继续，不要停。喂，我说你够了，你可以一剑杀了我们，但你不可以这么羞辱我们。好，有骨气。那本王今天就成全你。王子放心，两国结盟之事，本王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到时候咱们两国平分晋国的土地，共结友好邻邦。多谢汉王。皇子殿下，我们举国上下对于这次结盟都非常期待。不过现在是燕王监国，此人残暴无情，昏庸无能，是我们这次结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不就是个绊脚石吗？一脚踢开便是。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。我这块绊脚石又粗又大又硬，不怕折脚的话，尽管前来试一试。哈，这不老郭吗？好兄弟，还是把汉王给我骗到长安来。咱们上回联手坑死了个太子，这回再坑死个藩王。王爷，这燕王胡说八道，你万万不可信他呀！放心，本王心里有数。哎，你就是燕王，来的正好。这是两国交战的同盟书，签字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本王今日休假，不办公。燕王是当真一点面子不给我？你又不是美人，老子凭什么给你面子？我们柔然人喜欢用拳头说话，燕王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！3日之后咱们教场见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好，燕王想死，本王便成全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完颜宗康是柔然第一勇士，你拿什么跟他斗？别无取消，本宫不允许你去。嫣然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赢。我要向所有人证明，我燕王赵润不是一个废物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3日后，他必定会被完颜宗康打死，你就不劝劝他？王爷一定会赢的，会相信他。真是一个疯子，一个傻子，还真是般配啊！姐姐嘴上说不信，其实心里早就相信我说的。本宫看上的男人，岂能是凡夫俗子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3天后，燕王要和柔然第一勇士决斗。不是吧？燕王这个废物连只鸡都打不过，他凭什么跟人家决斗？不是找死吗？住口！燕王上次瘟疫救了我们，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我们应该支持他。对，3天后我们一起去校场给王爷加油。王爷，二狗啊，听说你们家世代都是铁匠，本王想打造一件神兵，还需要你帮助。能为王爷效劳是二狗的福分，不知王爷要打造什么神兵啊？这是图纸，你看一看。燕王加油！燕王加油！王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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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从来没有人敢拒绝本王，你是第一个。本王会砍了你的四肢，以后你就像一个蛆一样爬着吧。何必呢？点到为止行不行？果然是个废物。本王已经答应汉王杀了你，留你一命已经是开恩了。认输行不行？别逼我哦。现在后悔晚了。王爷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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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，你真是我的大英雄。燕王，用了什么妖法？这是本王新发明的神器，叫做乾坤无敌霹雳金刚好，厉害不？你得意的太早，杀死了柔然王子，已经闯了大祸。冉冉不会善罢甘休，老子在这儿等着他们呢。行，牛种，你给我等着！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勾结藩邦，蓄意谋害本王，现在跪下给老子磕3个响头，我就放你走。给我听好了，本王可是你的皇叔。皇叔又怎么样？就算是皇帝来了，也得给老子跪。3、2、1，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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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后娘娘，柔然王子千里迢迢来到长安，是为两国结盟，一起攻打晋国。事成之后平分土地。如今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都被燕王破坏了。现在柔然已经成为我们的死敌，唯恐之后定会攻打我们。老臣恳请皇后娘娘撤除燕王的监国之权，把他交于柔然国发落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消除这些弥天大祸。恳请皇后恩准。行了，柔然人要是打过来了，本王第一个上战场。燕王，到现在你还不知错？老子没错，错的是你。你以为柔然人真那么好信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，本王一清二楚。只有你们这帮废物才会被眼前的利益蒙蔽双眼。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唇亡齿寒？要不是没有晋国在前面帮我们挡着，柔然人早杀过来了。记住，狼只会吃羊，永远不会跟羊做兄弟。王爷说的言之有理，咱们差点就上当了。娘娘，燕王斩杀敌寇，扬我国威，理应重赏。包大人，你是好人，本王果然没有看错。娘娘，这包文兴和燕王是一丘之貉，他的话不足为信，还请娘娘加罪燕王。汉王无需多言。如今燕王已经监国，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都退下吧。慢着，汉王叔，你来京城也有些时日，也该回去，需不需要本王送你一程？小子，别得意太早，咱们走着瞧。站住！啊，小美人，想我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呸！谁想你了？我找你有正事。什么事？把你的霹雳无敌金刚吼借我玩玩呗。哼，想玩我的枪？就玩一会儿，我保证还给你。想得美！哎，我求求你了，就玩一小会儿，大不了我向你买，多少钱？哎呀，小公主，在我面前耍心眼，你还嫩着呢。说吧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杀了完颜宗康，柔然人肯定会报复的，到时候我们晋国第一个倒霉。我就想仿制一下你的霹雳无敌金刚吼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武器，我已经销毁了。什么？销毁了？我不信。你爱信不信？啊！说是迟，那是快。只见燕王手一抬，掏出了他的神器——乾坤霹雳无敌金刚吼。刹那间，电闪雷鸣，乌云密布，只听啪
的一声，霹雳无敌乾坤金刚镐射出了一道红光，正中那柔然王子的眉心，在他的脑门上开出了这么大一个洞。喂，搞没搞错啊？这么大一个窟窿，那柔然王的头得有多大？当然有这么大。哎，你到底听不听？怎么老是插嘴？哎，小兄弟，别理他，你接着说。来，看赏啊！哎，谢谢爷。书接上回。好啊，你竟然骗我！姑奶奶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骗你什么了？刚刚唱的我都听到了，你明明还有7把条枪，藏哪儿了？哎呀，滚啊！烦不烦？别哭了，行不行？柔然已经征兵了，父王不让我回国，这是灭国战，我求求你了，把你的乾坤霹雳无敌金刚镐借给我，好不好？我想去保护我的父皇。对不起啊，我帮不了你。你可以的，整个长安城都说你是大英雄，你已经不是当时的废物了。你不知道柔然人有多恐怖，他们简直就是畜生。每次攻城的时候，只要有人反抗，他们就屠城。你杀了完颜宗康，你享受了荣光，却要我们替你承受报复，你自己良心不会痛吗？行，我帮你。真的？枪除外。王爷，咱刚遭了水灾，又闹瘟疫，国力已不复从前了。咱跟晋国有世仇，这个时候不趁火打劫，已经够仁慈了。突兵增援是万万不可。如果坐视不管，晋国被灭，我们拿什么抵挡柔然人的铁骑？王爷，叫你把乾坤霹雳无敌金刚镐的图纸拿出来，咱们到时候举全国之力打造一支神军。这柔然的铁骑不堪一击，到时候一统天下指日可待。包文兴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按照你说的话，我们会死多少人？王爷，您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只可惜最大的弱点就是妇人之仁。只要能够完成统一大业，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，包括臣包文兴，愿为大顺赴死。滚！滚出去！包文兴说的没错，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么做。我以前最讨厌圣母婊，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。来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本宫早就和你说过，军国大事任你处置，本宫要安心养胎，少来烦我。怎么了？儿子又踢我了。我来看看。儿子，别踢你娘，不然小心你被揍。月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爷，臣妾对你一片痴心，你居然背着我和皇后姐姐有私情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哎，月华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怎么还没追过来？臭王爷，笨王爷，我都跑那么慢了，还追不上，气死哎呦，这是哪家的小美人啊？敢到我的地盘上找男人？你走开！王爷，救我！就算皇帝老子来了也没用。放开我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月华，你没事吧？不用你这么好心，去陪你的皇后娘娘吧。月华，我对不起你。其实，哎呀，啊，你回来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其实，我上辈子是个折翼的天使，你和嫣然就是我丢失的双翼，我这才来找你。王爷，你骗人的时候眼睛会发光。没有，我真的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
其实你和皇后姐姐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，只要你真心对我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王爷，公主被人抓走了。看到了吗？她就是本王命中的福星。没错，这位是晋国的长乐公主，阴年阴月阴时出生，乃是9天玄女的命格。而王爷您的命格是蛟龙困海，若是采了此女的原因，便可化蛟成龙，成就95之尊的天命。好。郭淮，长乐公主在哪儿？王爷饶命，公主在汉王寝宫。小美人儿，你可是本王的福星啊！居然敢咬我，真是匹烈马！如果本王喜欢，你给我吃的什么？下第一媚药，七叶合欢散。小美人儿，别看你现在不愿意，一会儿你会求着本王的。燕王，我可是你王叔啊，千万不能杀我！王爷，你喂他吃了什么？七合欢散，他现在已经药效发作，再不解毒，会七孔流血而亡。王爷，公主已经媚毒攻心，再不救她就没命了。月华，我不能对不起你。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？快去，快去！王爷，公主，我们不能犯错。长乐拜谢姐姐救命之恩，妹妹不必多礼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是吧，王爷？没错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看来本宫不该来，打扰了燕王左拥右抱的雅兴。嫣然，嫣然，放开本宫！嫣然，嫣然，老婆，给我个面子，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啊。姐姐，王爷和皇后啊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姐姐，柔然马上就要攻打我晋国了，我想请皇后娘娘帮帮我。妹妹，这件事啊，你找王爷就行，把他伺候好了，他会帮你的。真的？看你表现了。我一定会加油的。汉王真是大胆，燕儿，明暗为捉拿汉王，本宫要他死。是。嫣然，放开本宫！哎呀，嫣然，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痴情且专一的男人。是吗？是啊，其实吧，我上辈子是个折翼的天使，一直在人间寻找丢失的双翼。你和月华就是我的双翼。原来你是个鸟人啊！这么说，那长乐是你的尾巴了？嫣然，夫人，老婆大人，你就原谅我好不好？就算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。下次若敢再犯，本宫阉了你！娘娘，汉王已经提前逃离长安，燕儿怀疑有人通风报信。通知暗卫，捉拿汉王。是。最近燕王为什么没有来上朝？王爷
王爷有了新欢，恐怕已经乐不思蜀了。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嫣儿，本宫把你许配给燕王，好不好？娘娘不要，嫣儿想要一辈子都陪着你。口是心非，你的心思本宫还不知道吗？王爷，舒服吗？舒服。哎，公主，你们晋国的女子都是这么伺候相公的？当然不是，在我们晋国，男子都是怕娘子的，只有他们伺候我们的份儿。那你这是？苏姐姐告诉我了，只要我把王爷您伺候好啊，您就会帮我们攻打柔然。公主，你说爱妃说的伺候，会不会跟你理解的不一样？不一样吗？来，本王告诉你。你坏！老包，这就是今年科举礼部定的考题。正是。打回去，让他们重做。王爷，这是为何？你看看他们考的都是什么？诗词歌赋、锦绣文章，读书人考这些有个屁用啊！他们以后是要当官的，难道以后靠诗词歌赋造福百姓啊？王爷，您看考什么合适？语文、算术、法律、历史、地理，还有思想政治。王爷，您能不能说具体点儿？哎，算了，还是我来出题。燕王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燕王滚出来！打倒燕王！外面怎么这么吵？王爷，您把今年科考的试题全换了，引起了很多世子的不满。现在他们正在外面抗议呢。这群王八蛋，吃饱没事干是吗？敢在本王的地盘撒野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！打倒燕王！打倒燕王！燕王出来了。邱兄、吴兄，多日不见，近来可好啊？原来你就是燕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各位，大家是否还记得上个月百花楼明月姑娘出阁那一日？记着，听说有个不学无术草包，用一首烂诗夺得了花魁。对，就是此人。哼，15月亮圆又圆，初七初八分半边，满天星星乱糟糟，乌云一遮静悄悄。王爷大作，学生们可是铭记在心。败给这么烂的诗，是不是很不服气？王爷，我们读书人输得起，反倒是你知道自己诗词文章不行，就擅改考题，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毁了多少读书人的前程？前程？本王正是为了你们的前程才改的题。胡说八道！我们不信，不信！打倒燕王！昏王，有本事打死我们！打死我们！我们读书人宁死不屈！是你们先动的手，3打1被反杀，还好意思？就你们这种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的废物，还想当官？只要本王活着，就绝无可能。昏王，殴打我们的身体也就算了，还侮辱我们的人格！诸位，仗义死节就在今日，跟他拼了！打倒燕王！朝廷开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，考上了是要当官的。当官的职责是什么？是造福百姓，为他们排忧解难。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学的都是什么？诗词歌赋、锦绣文章，这些东西除了用来勾搭女人，还能有什么用？吴公子，本王问你，如果让你当税务官，需要学什么？算术。刑部侍郎需要学什么？刑民法律。治水河都需要学什么？水利勘探。当这些官，诗词歌赋有什么用？用不着。
王爷，学生明白了，从此以后，学生再也不会卖弄诗词文章，一定踏踏实实学东西。王爷，我们错了，知错就好，不过也不用矫枉过正。诗词歌赋确实能陶冶人的情操，还是有可取之处。本王学富五车，岂能不会诗词？今天，本王就让你们开开眼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王爷，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传颂你那首《水调歌头》，他们都说你是天下第一才子。哎，爱妃，低调低调。这首词一定会流传千古，到时候世人问起缘由，肯定会想到这是王爷写给臣妾的。不对，姐姐，你这首诗明明是写给我的。胡说，这明明是给我的。姐姐的名字里有个月字，你没有。我有，当时我在百花楼假扮花魁的时候就叫明月。王爷，你说这首词写给谁的？王爷，你说。公主，本王不是为你写了一首诗了吗？15的月亮圆又圆，初七初八剩半边。我呸，难听死了！我不要这个。王爷，你重新给我写一个。啊，亲我一口我就写。哎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再给你换一首。不，王爷，我很喜欢。王爷，我想我父皇。罗总，找我有事啊？王爷，小人其实是一个痴情又专一的男人。这话好耳熟啊！20年前，我在西湖断桥遇到一位白衣女子，我们一见倾心，结为夫妻。可惜造化弄人，我们在战乱中失散了。你是不是姓许？你老婆姓白啊？小人姓罗，叫罗永浩，我老婆叫胡静。哼，小桂子，好好去查查酒楼的账。是，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爱妻，相信她也和我一样在想着我，找我。小人希望王爷为我们这段伟大的爱情留一个纪念。罗总，你这事儿他难。你呀，是真难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啊！各位大爷，小桃红说了，他最喜欢罗老板的礼物。今天的入幕之宾是罗老板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媚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送的可是稀世之宝夜明珠啊！这姓罗的拿个破纸片过来，小桃红怎么可能选他呢？一张破纸就把我们的宝贝给比下去了，不可能！我不服，黑幕，绝对有黑幕！破纸，瞧不起谁呢？我送的可是天下第一才子亲手撰写的天下奇文。天下第一才子，燕王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小桃红是燕王的铁粉，难怪他会选老罗。姓罗的，王爷要是知道你拿着他的诗词去泡妞，你可就死定了。你以为王爷就那么傻吗？王爷心里明白得很。不说了，桃红姑娘也来啦。梅老板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王爷去。一起走，一起走。
王爷，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。怎么，各位老板也是情路悲惨？岂止是凄惨，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呐！王爷，我们也想留个纪念呐。您要是答应了，小人定会为您送上份大礼。俺也一样。哎，本王已经感受到大家的诚意了，也十分理解你们的心情。好吧，我答应了。俺先来，王爷，俺想要首情诗。娘，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俺终于可以娶媳妇了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娘娘，牛老板以王爷的诗为聘礼，娶了个美娇娘，现在轰动了整个长安城。到王府求事的人是络绎不绝呀。这王府金银珠宝已堆积如山。娘娘，王爷不愁吃喝，能否将这些财宝暂进国库啊？你这哪是借？你这分明就是抢！本王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凭什么上缴国库？我不干！老包，我看你就是眼红。这样吧，我分你一点，这事儿咱就不谈了。娘娘，您还不知道，王爷给王妃和公主各写了一首词赋，词藻华丽，寓意深远，不知您读过没有？老包，你敢阴我！住口！你看看现在这个样子，哪有点王爷的样子？传旨，燕王倒卖诗词，有辱斯文，罚其闭门思过，不得外出。另外，把赃银全部收归国库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。好你个死没良心的，大小老婆都有，就本宫没有。怎么可能没有？嫣然，你是我最爱的老婆，那我肯定是有的呀，不就是一首诗吗？且听本王吟来。李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无人知。一朝半在燕王侧，从此燕王不早朝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天下粉黛无颜色。800里加急，御赐金牌，读者死，逆者亡。启禀王爷，汉王、齐王、鲁王及50万大军向我长安杀来，他们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说陛下被王爷囚禁，还说王爷与皇后娘娘通奸，陛下的龙帚是王爷的。王爷，长安城内已经出现了各种谣言，现在是人心惶惶，王爷何去何从？还请定夺。传旨武承司，全城宵禁，百姓不得上街，违者斩。凡有宵小作乱，就地格杀。命龙武、神武两军护卫京都，城中粮草彻夜巡查，不得有失。遵旨。来人，备马，本王要亲手宰了那些反贼的狗头。叛军过不了几日就杀过来了。嫣然，跟爹走吧，爹不会害你的。区区叛军，燕王挥手可灭。那倒是，燕王手握神器，若是能在京中普及，肯定是天下无敌。神器有伤天和，早就被燕王毁了。不过爹你放心，燕王还有其他手段。爹，你就安心回去休养吧。那老夫就放心了。叛军劳师远征，士气低落，我军以逸待劳，众志成城。这波优势在我，本王准备在城外伏击叛军。二位将军，只需为我守住城门即可。王爷的计策好啊，若是人人上下一心，一定能成功。可惜我们早就答应了汉王了。来人！二位将军，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本王给你们一次机会。赵润，你现在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，还在大言不惭？你以为爬上皇后的床就是皇帝了？呸！你也配！别废话了，
动手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你们的将军，燕王是你搞的鬼。没错，本王早就看出你们不老实了，给你们反悔的机会抓不住，真是有够笨的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我不服，为什么？你从未到过军营，我的兵怎么可能听你的话？告诉我，要不然我到死都不会瞑目。对，我也不服，你敢不敢告诉我们真相？想得美！哎，我就是要让你们不服，我就是要让你们死不瞑目，我还要把你们全家都抄斩，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。上！参见大将军。多谢岳父大人。要不是月华求我，本将军绝不会帮你这个无耻之徒。如果你要是敢欺负月华，我就砍了你！爹，不许你说王爷，王爷对我可好了，不仅给我做好吃的，还给我写诗。乖女儿，你得长点心吧，这小子坏得很，恐怕日后你被卖了还帮他数钱呢。我乐意，你管不着。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岳父大人，您放心，我对月华一片痴心，绝对不会辜负他。如果我做不到，你就拔刀砍了我。还算你小子有良心。叛军明日就到，你有何打算？还是在城外埋伏？军中抓到叛徒，说明本王的作战计划早已泄露，汉王必定提前防备。我猜汉王会提前一步，在林中发起偷袭，所以我也安排人在伏击树林中撒下了火油，待到叛军一出，立刻点火烧林，然后趁乱率500精锐杀入后方。王爷，燕王带着500精兵杀到我军后方，看样子是想骚扰我军粮道。不用管他，本王后方固若金汤，任他区500人，能掀起多大风浪啊！孙知府，想明白了吗？只要归顺于朝廷，本王可以既往不咎。呸！痴心妄想，本官是绝对不会背叛汉王的。师爷，你呢？王爷，小的愿为朝廷效力，与叛军势不两立。好，现在开始，你便是知府，手底下的官职你自行任命，但本王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听话。明白，多谢王爷栽培。汉王起兵造反，罪无可恕。各位都是大顺子民，理当心系朝廷。王爷要在当地招兵买马，望各位鼎力相助。王爷，我们都是守法良民，与叛军并无瓜葛。王爷招募兵马，我们若是帮得上就帮，如若帮不上，还请王爷见谅。对，这些年又是水灾又是瘟疫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呀。你们这群狗东西，汉王造反，你们出兵出力，轮到本王却推三阻四，真当本王不敢杀你们不成？来人，拿下！乡亲们，出大事了！燕王把所有地主全都杀了，而且还没收了所有的土地。现在呀，只要跟着燕王去打叛军，立了功还能当官儿。大家可千万别错过这好机会！娘，不用给俺做饭了，俺要去当兵了。好，好。翠花，等我当了官，回来娶你啊！小朋友，本王教你的儿歌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跟着重唱一遍，唱好了给你买糖吃。跟着燕王走，什么都会有。跟着燕王走，什么都会有。红火的日子长长久久，红火的日子长长久久。跟着燕王走，老婆马上有。跟着燕王走，老婆马上有。幸福的生活有盼头。幸福的生活有盼头。真乖。这都什么鬼东西？王爷，这是昏王写的反动民谣，现在连3岁小孩都会唱，咱们后方百姓都支持燕王，大事不妙啊！王爷，现在我们有2条路可走，
一是马上回去镇压燕王。不，本王绝不回去。这是本王称帝的最后机会，那就剩最后一条路了，不惜代价，全力攻打长安。禀告王爷，门外送来一支信件。你先退下吧。苏定江怎么会在长安？他不是在西北吗？一定是燕王暗中调他回京了，难怪2位将军会被部下斩杀。大将军的威望他们挡不住，王爷，有大将军在，长安无望啊！急速传令，回军，回军！王爷，叛军动了，看来汉王已经收到信件，准备回军收拾你了。爱妃，你错了，是我收拾他才对。汉王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本王会杀个回马枪。你马上去通知岳父，等我军信号一响，立马率兵出城，我们前后夹击，此战必胜。是。启禀王爷，我军已大获全胜，鲁王、秦王已死，只有汉王不知去向。好，传令大将军整顿3军，清扫战场。王爷，那您呢？本王要去拿汉王的狗头。汉王跑得还真是快啊！若非侄儿拿了弓箭，恐怕还真让汉王给跑了。冤枉侄儿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不知好歹。看在皇室宗亲的份上，就饶了我吧！啊！皇室宗亲，嘿，猪口不如的东西！身为藩王，窥视皇位，起兵造反，造谣生事，诋毁皇后，这随便一条都足够杀你1万次。跪下磕头认错，留你个全尸，否则我将你碎尸万段，扔去喂狗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冤杀太子，淫乱后宫，囚禁君王，擅改朝政。可惜本王得到消息的时候为时已晚，让你有机会否则。谁给你的消息？说。是前丞相李谦。燕儿姐姐，燕儿姐姐，丞相送的鸡汤里有毒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娘娘，陪在你和娘娘身边。燕儿姐姐，燕儿，燕儿。这就是你要的乾坤霹雳无敌金刚好，希望你信守承诺，放了嫣然。你放心，老夫可以发誓，若是做不到的话，死无全尸。快把东西给我，快！神器在手，天下我有啊！现在你满意了，放了嫣然。放了他啊？想得美！这对奸夫淫妇害得老夫这么惨，你觉得会放了你们？去死吧！放了他啊！想得美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得老夫这么惨，你觉得会放了你们？你可是发了誓的。报应！老夫今生最大的报应，就是生了这个禽兽不如的女儿。费尽了心思封她上皇后的宝座，不感恩也就算了，还废了老夫的丞相之位。还有你这个废物啊！若不是你从中作梗，这个畜生他也不敢和我作对。去死吧！快杀了皇后！狗贼，你敢阴我！我加大了火药剂量，枪口只能使用1次，再用就要炸膛。老匹夫，你可以去死了！你不能杀我，我是嫣然的父亲。嫣然，
嫣然，嫣儿呢？嫣儿姐姐已经死了。嫣然，王爷，娘娘的毒虽然解了，但是胎儿怕是保不住了。玉姨，本宫不想失去这个孩子，一定要保住这孩子。臣有个方子能保住胎儿，但对皇后的凤体伤害极大。不行，去准备滑胎伞。是。站住！本宫的话就事论事，我命令你必须保住孩子，否则杀无赦。我不同意。嫣然，我宁可不要孩子，我也不能失去你。放肆！本宫的孩子你没资格管。嫣然，在本宫眼里，你只是个生育工具。你以为本宫会爱上你？你别做梦！滚吧，回去陪你的公主吧。王爷，皇后娘娘已用了臣的方子，现在浑身剧痛，娘娘需要你。路是她自己选的，本王帮不了。有件事娘娘让臣保密，但臣不得不说，娘娘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怀孩子，所以她才牺牲自己保住胎儿。娘娘，娘娘，让老奴去请王爷吧。本宫不需要他。嫣然，嫣然，你回来干嘛？本宫不需要你。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嫣然，于毅都跟我说了，你要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为了皇位，而是为了我。我真是个混蛋，我口口声声说爱你，我却不相信你。我在宫外花天酒地，你却在皇宫中独守空房。汉军来袭，我却只想着要耍帅，忘了保护你，还害死了嫣儿姐姐。对不起。王爷，我好痛，好痛啊！来人，来人！德海，德海，德海，德海！此次平叛，大将军当立首功，丞相和诸位大臣也是功不可没。朝廷呢，不会忘记大家的功劳，大家该升官的升官，该赏赐的赏赐。这是皇后娘娘的意思。多谢皇后娘娘恩典。其实功劳最大者非燕王莫属。王爷深入敌后，发动人民战争，简直就是战神在世啊！老包，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啊？王爷，您在后方收缴的田产呢？没了，我早就分发给将士们了，不然谁给我们卖命？哎，田产朝廷就不收回了，不过缴获的钱财嘛，那分一半行不行？多谢王爷。王爷不愧是国之栋梁啊！丞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王爷，您上当了，这些是战场缴获，按道理不用上交朝廷。哎，老包，你坑我坑上瘾了是吧？看老子不打死你！放肆！尔等怎可在大殿之上如此喧闹？你们都瞎眼了吗？见了朕，为何不拜？皇兄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是你这个废物，你不是应该在天牢吗？谁把你放出来了？丞相呢？太子呢？他们去哪儿了？丞相、太子，他们早就死了。不可能，朕不相信。你是包文清，你是长安府尹，为何穿着宰相的官袍？你告诉朕，太子和李宰相他们到底去哪儿了？陛下，太子和李丞相犯了谋逆之罪，已被燕王处死了。
什么？废物！谁给你的胆子？竟敢杀朕的太子！是皇兄给我的胆子。皇兄指使太子谋害于我，害国母后夺我爱妻。胡说八道！朕没有，朕没有。有没有暗卫那边记载的很清楚？要不要我把这些公之于众，让全世界都看一下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暗卫有皇后执掌，你如何能知晓这些事情？因为本宫是燕王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他说她是我的女人。来人，把这对奸妇淫妇给朕拿下！朕要把他们俩碎尸万段！你们都当朕死了吗？为何不听朕的话？因为他们对你绝望。皇兄，你是旧时代残党，新世界没有承载你的船了。为了天下黎民之大计，我燕王赵润恭送天顺皇帝归天。请陛下归天，请陛下归天！你们！皇后娘娘，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该由何人继承皇位？请皇后娘娘圣裁。丞相可有人选？非燕王莫属啊！臣附议。我可不干啊！皇帝多累啊，成天担惊受怕。你干得好，容易猝死；你干得差，还容易挨骂。我当个闲散王也挺好。你们都不许逼我啊！既然王爷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本宫生下皇子，他就是大顺未来的皇帝。在此之前，还是由燕王继续监国。你满意了吗？满意，当然满意。啊，宝宝，这儿收拾一下啊。老婆，走，我们去休息。这是我亲手熬的安胎药，你多喝点。长乐公主还是没有消息吗？已经回晋国了。现在柔然人大举进攻，她决定回去与国家共存亡。丞相还是反对出兵支援吗？老包是对的，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，要是再不安生养息，就完蛋了。嫣然，我想去一趟晋国，帮他们对抗柔然人。王爷，您不能去，您只有留在娘娘身边，娘娘这才安心。您担心公主的安危，可以派暗卫去，您何必亲自趟这趟浑水？德总管，无需多言，王爷想去就让他去吧。现在长乐比我更需要你。嫣然，你等我回来。娘娘，老奴现在把王爷给您叫回来。不，让他去。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，这样的男人不应该只属于我一个人。皇娘，你没事吧？公主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啊！你走不了了，本公子还没尝过公主是什么滋味。走啊！臭娘们儿，敢坏我好事啊！花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柔然攻破了皇城，陛下和太子殉国，我们晋国亡了。那公主呢？公主往那边跑了。皇爷，你那边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有，方圆几里都找过了。公主肯定是被柔然人抓走了。皇爷，
这是通往草原的必经之路，咱们提前埋伏，肯定能截住柔然人。来了，总算是把人抓到了。倒是回去之后，将军一定重重有赏。这次灭了晋国，咱们将军功劳最大。女王居然不愿意嫁给将军，这是不识抬举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敢骑我们的马车？放了车上的女人！装神弄鬼，你找死！你不是公主，你不是公主。我叫伊莲，勇士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愿长生天保佑你。长生天，你是柔然人！要干什么？我跟柔然不共戴天，我要杀了他。她只是个无辜的女人，你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你们要救的人是不是晋国的长乐公主？你知道她在哪儿？她被完颜拓跋的人抓回草原了。勇士，其实我是女王身边的心腹侍女，若你愿护送我回圣都，我可以帮你做主。王爷他肯定是骗你的，圣都是柔然王城，龙潭虎穴之地，千万不能去。为了救出长乐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闯定了。皇娘，拜托你一件事。你说。我要你去长安，告诉皇后和王妃，让他们不用担心，我会把长乐带回来的。是。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赵润。不是，都是谣言。我其实是一个大好人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们柔然人都知道啊。听说你杀了太子和皇帝，还把皇后的肚子搞大了。呼延部的小王子完颜宗康也被你用邪术害死。右贤王完颜拓跋这次召集大家攻打晋国，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。右贤王？你们柔然人不是都听女王的吗？怎么会听完颜拓跋的？我们柔然是一个由几十个部落组成的国家，只有黄金家族的血脉才可以成为王。平时其他部落都是各自为政，只有重大事情才会由女王裁决。这次攻打晋国，女王原本是不同意的，但是完颜拓跋拉拢了很多部族，女王也没办法。哼，合着你们女王就是个傀儡吗？说话屁用都没有。别胡说，女王刚刚登基，还未成亲，所以权势不大。按照我们柔然的规矩，只要女王娶了王父，就可以亲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男人嫁给女人？你笑什么？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嫁给女王就能一步登天。试问哪个男人不会答应？那你会答应吗？我不可能，我可是纯爷们儿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可能嫁给你。年轻人，说话不要太绝了。伊莲拜见大祭司。长生天保佑，女王陛下，你终于把王夫带回来了。王爷，是不是要我跪下来求你啊？卑鄙！你居然骗我！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对啊，我这不是在报答你吗？以身相许，不好吗？想得美！我才不会喜欢你这个大恶人。我已经让完颜拓跋来王都了，我答应过你会帮你救出公主，我就不会食言。那谢谢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女王吗？怎么会被自己人绑？你想知道？好奇而已，不想说算了。我们柔然是个部落联盟国家，黄金家族的血脉是国家团结的核心。为了不让一方独大，女王的亡夫不能是任何一方的首领，
历任王夫都是大祭司通过占卜选出来的，这次的人选在晋国境内，人家好奇就偷偷去了，没想到被完颜拓跋的人给抓了。所以他们绑了你是为了想控制你，然后让你选他们？没错，右贤王野心勃勃，他想做草原的皇帝。如果你想救你的公主，只好先委屈你一下，假装我的亡夫。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，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首先得改个名字，不能叫赵润了，那就叫铁木真。女王急召本王，所谓何事？右贤王指挥有方，这次攻打下了晋国，什么时候攻打顺国？女王殿下不是一向反对战争的吗？怎么，现在后悔了？哼，出兵一事就交给右贤王了。这次攻打晋国，听说捕获了很多奴隶，我想向右贤王调个人伺候。谁？晋国的长乐公主。女王殿下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本王的奴隶凭什么给你呀？放肆！女王乃黄金家族的血脉，出身高贵，别说找你要个奴隶，就是要你的项上人头，你也得乖乖献上。怎么，右贤王，你想造反啊？你是谁？居然敢污蔑本王！在下铁木真，参见右贤王。铁木真，你就是女王殿下新招的王夫？没错，还得多谢了右贤王。你谢我什么？要不是因为有右贤王的帮忙，我也没有办法拯救女王陛下。你是我们的大媒人，那我当然应该好好感谢。哼，女王殿下，长乐公主本王可以给，不过得按照我们大草原的规矩。女王陛下，这是我们呼延部最狂暴的狼武士，如果铁木真可以打赢他，本王就可以把公主献上。赵润，你行不行？狼武士是呼延部最恐怖的战士，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，我可不想跟你收拾。男人不能说不行，你就是狼武士，看我不把你打成二哈！哼！他犯规了，他吃药。这是狼武士的狂暴秘方，有本事你也来一个。赵润，这就是你的暗器吗？你这暗器也太厉害了吧，居然把狂暴的狼武士都杀死了。这是乾坤金刚吼。错，这是乾坤霹雳无敌金刚吼。你不是铁木真，是燕王赵润。对啊，我就是天下第一才子赵润。你杀了我弟弟宗康，怎么想报仇？可以来试试。女王殿下，这是我们柔然人的仇人，你为什么会选他当王夫？这个我来替他回答。其实我也不想，不过吧，这是长生天安排的，他老人家安排的最大嘛，你说对不对？右贤王，从现在开始，赵润是我的人了，请你放下与他从前的恩怨，否则别怪我不给面子。女王殿下，当真要维护这个外族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他不是外人，他是大祭司占卜给我的丈夫，请你像尊重我一样尊重他。右贤王，今天的决斗你输了，现在我以王夫的身份命令你，把长乐公主给我送过来。好，本王愿赌服输，咱们走着瞧。松开！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
什么？长生天的姻缘啊，他老人家最大，你不会不听吧？不，我那是骗他的。再说了，我有老婆了。我不介意，从现在起，你是我的老婆，我会疼你的。把这个贱人的脸给我划烂，把这靖国公主的衣服给女王殿下送过去。是，王爷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完颜拓跋会这么残暴。不关你的事，是我太天真了。一直我都以为自己是个过客，所以什么都不在乎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不，还不晚。你可以做我的王夫，我们可以共同执政。到时候，我们想办法杀掉完颜拓跋，替你的心上人报仇。启禀女王，右贤王和其他王爷找到大祭司，要他废除燕王的王夫之位。什么？他们居然敢违背长生天的旨意！女王的婚姻是长生天的安排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个结果。大祭司，赵润是外族，非我族内，其心必异，让他当王夫，只会给柔然带来灾难。右贤王说的没错，对，外族人只会玷污我们黄金血脉，我们不同意。你们就是在放屁！大祭司，我想请问，你们历届的王夫都是柔然的？女王的王夫是根据长生天的旨意安排的，无论是柔然人还是外族，只要符合条件就是王夫。那我符合条件吗？根据长生天的旨意，女王会在寻找王夫的途中遇到危险，那个拯救她的男人便是女王未来的王夫，拯救她，所以你就是王夫。你们都听到了，我和女王的姻缘是长生天的安排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插嘴。我知道你们不服，听说你们草原有一个规矩，谁的拳头硬听谁。那你们敢不敢和我决斗？要是我输了，王夫的位置就让你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绝不食言。都别争了，让我来。啊，妖法，他使用妖法！你们这群土包子，我这个叫乾坤霹雳无敌金刚镐，是本王的随身武器。你们还有谁想上前决斗的，尽管来试试。右贤王，来试试。赵润，你别得意。既然胜负已分，现在我宣布，赵润就是女王的王夫。3天后举行婚礼，我们走。站住！右贤王，我现在以王夫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从晋国退兵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好，我退兵。右贤王，我们好不容易打下晋国，真要退兵？该死的燕王，他手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武器？如果每人一把，我们的勇士如何抵挡？右贤王，你说句话呀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左贤王他都死了，你要他的尸体做什么？这是长生天赐福的圣水，喝了它，保佑你们无病无灾，一生幸福。爹，还是您的计策高明。这下女王大人就是我的了。这个该死的燕王竟然敢破坏咱们的计划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找死。
黄金血脉不能脱离神殿的掌控，女王的丈夫当然要长生天的信徒。好了，送这个外族人上路，女王是你的了。是。阿哥，你们没有喝圣水。哎呀，你们下毒的套路都一个样，能不能有点创意？这都第3回了，我要是再中招，那不成傻子了？大祭司，神殿不是一直支持黄金家族的吗？为什么要背叛？傻姑娘，你现在这个女王啊，是神殿的傀儡而已。桑多是我的私生子，按照我的安排，他将成为拯救女王的男人。没想到让你给破坏了。燕王赵润，你果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。老东西，看我宰了你！不！伊莲从小被大祭司养大，他虽然对不起我，但我不能让你杀了他。伊莲，你想清楚，你真的决定放弃你的国家，放弃你的子民？王爷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愿意追随你到天涯海角。自古多情损繁行，入山又恐别倾城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这首诗好美，是写给我的吗？当然，伊莲，本王定不负你。好你个狗东西！我每天在长安为你担惊受怕，你却在这里逍遥快活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可想死你了。王爷，月华，长乐，你没死啊？真是太好了。伊莲，拜见3位姐姐。那个，我说2句啊。以后呢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所以大家要相亲相爱，和谐相处。嫣然，你是大姐；月华，你是2姐；长乐是3姐；伊莲是小妹。凭什么？我不干！我是女王，我要做大姐。我呸！你个勾引人的小狐狸精，想得倒是美。姐姐们可怜你才收留你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王爷，像这种不懂规矩的野蛮丫头留不得。哎呀，你算老几？大家都是姐妹，我凭什么不能做大姐？再说你也是堂堂公主出身，就甘心做小三儿？好像也是。王爷，王爷，放肆！嫣然，我是看她可怜我才收留她的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立马赶她走就是。姐姐，王爷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，那个伊莲为了王爷可以放弃女王的身份，也算有情有义。咱们就原谅他吧。月华，你就宠着他吧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过来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动不动就下跪，成何体统？我们四川人都是耙耳朵习惯了。你叽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跪自己老婆不丢人。老婆，咱儿子什么时候生啊？啊？御医说还有3个月就临盆。本宫困了，王爷，你和妹妹早点休息吧。姐姐，还是让王爷去陪你吧。本宫喜欢一个人睡，不用他陪。妹妹，你就长点心吧。现在王府又多了个狐狸精，你这肚子要是再不争气，以后啊就等着受气吧。王爷，爱妃，
本王今天晚上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恭迎王爷回京。各位大人，这是干什么？免礼免礼，起来吧。老包，你也起来。王爷孤身闯柔然，羞辱右贤王，斩杀左贤王，还拐走他的女王，扬我国威，壮我声势。王爷威武霸气，不愧是天下无敌呀！王爷威武霸气，天下无敌。哼，没想到平常铁骨铮铮的老包同志也会拍本王马屁。老包，我可真是看错你了啊！哎，王爷，臣说的句句属实。以前是臣格局小了，没想到王爷您居然下了这么一大盘棋。这晋国公主和柔然女王现在成了您的女人，只要咱们利用得当，一统天下指日可待啊！丞相说的没错，有长乐公主在，咱们就可以笼络晋国军民，壮大实力，也可以利用女王身份分化柔然各部，让他们陷入内部混乱。等时机成熟，咱们再出兵柔然，一统天下。王爷神机妙算，一统天下指日可待呀！没错，本王就是这么想的。各位大人，按照计划行事即可啊。遵旨。老包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王爷，臣有一言不吐不快。老包，有事直说，别婆婆妈妈的。王爷，王后不能留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您将来必会登基为皇，若皇后人选是李皇后，天下子民将会如何看待王爷？王爷弑兄夺嫂的恶名，为今之计，唯有除掉皇后，还能保住王爷的清誉。况且多苏王妃才是您的正宫，理应由她母仪天下。够了，这还没一统天下呢，你就开始算计他。欧文兴，本王平时是不是对你太温和，居然敢挑拨皇后和本王的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嫣然是本王最爱的人，她对本王付出了这么多，别说是一个皇后，就算她想当皇帝，本王也毫无保留地支持她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本王就当你是在放屁。从今往后再敢多提一个字，老子立马宰了你！哼！娘娘，王爷对您一片痴心，您也该放心了吧？包大人，这世上真的有这么傻的男人吗？娘娘，事实就在眼前，臣不得不信。娘娘，你也该做决定了。他既不负本宫，那本宫也定不会负他。那完颜拓跋不愧是一代枭雄，他联合了大祭司，控制了柔然各国。现在大军压境，两位可有什么退敌良策呀？臣以为，召集全国兵马，在晋国旧城布重兵，御敌于外。大将军，此计不妥。上次大战，晋国城市已经被柔然人毁得七七八八，至今尚未修复。靠这些城池驻守，根本挡不住柔然人的进攻。况且，出师远征，对我军不利。大将军说的没错，打仗打的就是后勤，若是战线拉长，只会对我军不利。我们必先诱敌深入，以攻为守。诱敌深入，以守为攻，王爷有此妙计，柔然人输定了。右贤王这次用兵如神呐，再有3日，我们就可以打到长安城了。这一次，定要燕王这个狗贼血债血偿。大祭司切莫小瞧了燕王，敌人这一路都没有发起进攻，轻坚壁野，摆明了是想拖垮咱们的后勤，那就不战而胜。燕王果然狡猾，那
右贤王可有对策？咱们柔然人的祖先是狼，狼天生就是吃肉的。完颜拓跋他疯了，居然屠杀百姓，以充军粮。什么？他这个畜生，他这样做就不怕遭天谴吗？他们的目的就是诱我军出城。若是王爷不出兵救民，就会失去民心，然后他们就散布消息，长安城的百姓就和朝廷无一条心了。完颜拓跋不愧是一代枭雄，这招计太毒了。王爷如何是好？他既然不讲理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王爷有何妙计？完颜拓跋不是想让本王出城跟他决斗，那我就成全。不过在哪打死他，是老子说了算。嫣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宰了完颜拓跋，为你和咱们儿子一统天下。到时候，你就是至高无上的女王，而我就是女王背后的男人。王爷，我不想做什么女皇了，我只要你平安归来。好，那就等咱们儿子生下来，让他当王，咱们什么也不管，坐享清福。我走了。嫣然，你干什么？我才将毕生功力都传给你了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嫣然，嫣然，嫣然，王爷就不能不去吗？不，只有以我为饵，完颜拓跋才会上当。大将军的任务是固守长安。王爷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放心，完颜拓跋不是本王的对手。王爷切莫轻敌，其实完颜拓跋才是柔然第一勇士，他的实力远远在完颜宗康之上，只是此人善于用阴谋诡计，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底牌。他有底牌，本王也有，到时候就看谁的底牌大。燕王果然出城了，本王倒要看看这次他拿什么跟我斗。燕王手握神器，右贤王不可大意。神器？本王有黑皮软甲在身，他的神器已经对我没用了。启禀王爷，燕王率军在邺城驻防，他从长安城抽调了大批粮草，看情况是要和咱们在邺城决战。邺城，燕王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。是。今日就是燕王的死期。王爷，柔然大军已经杀进来了。传我将令，敌军攻城之后，不可与其死战，全军退守城中，与敌巷战。待三声号令之后，随本王一起突围。是，王爷。军粮是否销毁？留给他们。那帮畜生有粮吃之后，就不会祸害百姓。末将替天下百姓谢谢王爷。大祭司看到没有？燕王怕了，送粮来了。右贤王小心有诈。放心，粮食我已经让人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这些日子兄弟们吃肉吃得想吐，换换口。燕王怎么办？不继续追击吗？不急。燕王这个人诡计多端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。我已经派人捉拿大顺的百姓，到时候以此要挟他们打开城门。他说他不开，就杀了他的百姓，灭了他的威风。右贤王的计策果然是高明，看来这一次我们是赢定了。等攻下长安，捉住女王，晚作就为你举行婚礼。到时候右贤王就是我们柔然的权势最大的王夫。大祭司，本王可不想当什么王夫，本王要君临天下。
万民敬仰。燕王狗贼，我就算是做鬼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大祭司，大祭司！启禀王爷，燕王将10亿病毒散布粮食里面，现在全军上下都感染了10亿。王爷，咱们怎么办？撤退！撤退！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如果撤退，10亿将感染全族，到时候咱们柔然就完了。赵润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！本王就算死，也要死在战场上！燕王狗贼，偷偷摸摸的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正大光明的跟我打一场！完颜拓跋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死到临头了还要嘴硬？狗贼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拿10亿坑我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该遭天谴的是你，要不是你丧心病狂，本王也不屑用这种手段。燕王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倘若你赢了，柔然各部仍臣服于你；倘若你输了，就把神药给我交出来。本王凭什么答应你？我手上还有10几万大顺的百姓，倘若你不答应，本王就杀了他们。好，本王答应。本王有黑金软甲护体，你的神器对我没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输？因为我有个好老婆，你没有。如今天下一统，请王爷上体天心，下顺民意，登95大宝，继皇帝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请王爷登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又来？我跟你们说过了，我不会当皇帝。你们要再逼我，死给你们看！启禀王爷，皇后娘娘快生了。王爷，御医说皇后姐姐之前透支了身子，现在姐姐和孩子只能保一个。那还等什么？我要嫣然，老大。我要孩子。不行，嫣然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我不要孩子，我只要你。王爷，你必须听我的，要咱们的孩子，我不会让自己出事的，相信我。不行，我不信。你要是不信我，本宫现在立马就去死。你别。好，我信。但是嫣然，你记住了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本王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王爷，姐姐生了个皇子。嫣然怎么样了？皇后姐姐去了。嫣然，嫣然，你怎么那么傻？王爷，姐姐她是心甘情愿的。我知道她是心甘情愿。嫣然，我对你也是心甘情愿。可总管，去把龙袍拿来，本王要为陛下更衣。王爷，去。是。臣燕王赵润叩见女皇陛下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公元365年，大顺一统三国，皇后李嫣然继皇帝位，成为历史上第1位女皇帝，改国号为夏，立皇子李念为太子。由于太子年幼，
由燕王摄政，太子成年后登基为帝，燕王归隐，一代贤王就此不知所踪。目标成功改变大顺朝历史轨迹，任务完成，即将返回。5、4、3、2、1。是你吗？恭喜你，1573，你已经通过系统的考验，现在可以回地球了。在回去之前，系统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。那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小子，别太过分。嫣然还活着吗？你回去就知道了。传我将令，待敌军攻城之后，不可以跟实战。搞什么呢？我们在拍戏呢。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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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走开！哎，导演再来一条吧。啊，再来一条吧。再来一遍。燕王何在？本宫乏了。皇后娘娘，还不速速前来侍寝？操，你干嘛呢？拍戏了还不走？本王马上走到。快！